你说去你们家做上门女婿，我就去你们家做上门女婿；你说来北京发展，我就辞了工作来北京发展。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男子将结婚2个月的妻子残忍伤害，并且对尸体进行拍照，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。作案后在法庭上带着滔天恨意大放厥词。死一仗！案件被报道后，瞬间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网友们直呼凶手简直令人毛骨悚然。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对新婚妻子如此狠辣出手呢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。莫看千变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2014年4月，在北京大兴区黄春镇前辛庄村发生了一起极其恶性的案件。有人报警称，在一辆奇瑞轿车内发现了一名女性尸体，现场是惨不忍睹。警方火速赶到了现场，发现该女子横躺在奇瑞轿车的后排座位上，头部、颈部、身上有着多处的伤口，车内遍布血迹，场面是异常的瘆人。经过初步筛查，在车内脚垫放着一把水果刀和带着血迹的剪刀，死者的腿部还压着一个带着血迹的锤子。结合死亡女性头部有钝击伤，身上有刺伤，初步判断剪刀跟锤子极可能就是作案工具。死者的身份也很快得以确认，是与家人租住在这里的24岁安徽女生陈丽蓉。发现死者并报警的正是她的母亲。母亲一口咬定作案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女婿，同样24岁的安徽人葛一峰，并很快拿出了证据。当天的11点03分，女婿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文字是“一切都结束了”，配图正是陈丽蓉死亡的画面。泣不成声的母亲不断地哭诉着女婿女儿大年初6刚刚结婚，没想到这才2个多月过去，女儿就死在了女婿手中。警方赶紧部署准备抓捕可能已经逃窜的葛一峰。与此同时，警局也传来了消息，凶手葛一峰并没有逃跑，而是主动的自首了。之后法医鉴定，陈丽蓉被锐器刺伤了颈部、胸部、腹部，造成右侧颈内静脉完全断裂，双肺破裂，死亡原因是失血性休克。这起案件在半年后的2014年11月17日在北京审理。可半年过去了，葛一峰非但没有悔恨自己的过错，反而是在法庭上带着滔天的恨意。那么，到底葛一峰跟妻子之间发生了什么？葛一峰又为何将妻子伤害？这一切还得从2个人恋爱时开始讲起。葛一峰，安徽人，1990年11月2日出生，家庭条件不太好，还有一个哥哥。父亲外出打工，母亲在家务农，家里养2个男孩不容易。从葛一峰记事起，父母都在为生计发愁，对他的关心很少。缺少父母的关爱，造成了葛一峰孤僻寡言的性格。初中毕业后，14岁的他就外出打工了，除了过年的时候回到家，平时跟父母很少联系。经过几年的奋斗，葛一峰在东北闯下了一番名堂，一个月也能挣个7、8千。除了日常开销，每个月都能存下一些钱，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满足后，葛一峰想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他很渴望家庭的温暖，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女孩。相处的女生呢，不是嫌他学历太低，就是嫌他家里条件不太好。20出头的年纪，感情生活一片空白。直到陈丽蓉走进了葛一峰的生活。陈丽蓉与葛一峰一样大，又都是安徽人，有很多的共同语言。认识女方后，让一直在外务工的葛一峰非常的心动，开始对陈丽蓉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而陈丽蓉这边呢，青春靓丽，身边有男友，也不乏追求者。面对葛一峰的示好，陈丽蓉没有同意，但也并未拒绝，就这么不咸不淡的吊着。葛一峰因为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，对爱情的理解很单纯。他认为喜欢一个人就要千方百计的对他好，对陈丽蓉是百依百顺，经常买很多礼物来讨对方的欢心，很贵重的化妆品说买就买。因为原生家庭忽视的因素，葛一峰对陈丽蓉无底线的讨好，使得2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。在陈丽蓉眼中，葛一峰更像是一个舔狗和备胎。随着陈丽蓉和当时的男友发生了矛盾，闹了分手，葛一峰的坚持和付出还是打动了陈丽蓉，备胎转正，2人正式开始了交往。这么漂亮优秀的女孩能和自己在一起，葛一峰恨不得尽快与陈丽蓉领证结婚。但陈丽蓉此时却提出了一个让葛一峰为难的条件，她称自己是家中的独女，如果想2个人结婚，就必须是入赘到他们陈家，否则家里不可能同意。
这个条件让葛一峰也非常的为难。当他把情况跟母亲说了之后，母亲更是强烈的反对，表示你现在才20出头，工作也不算稳定，要不要这么快就结婚？最好考虑清楚。而且成了上门女婿，老家这边实在是没有面子，接受不了。如果你执意要用这种方式入赘到陈家，家里面就没你这个儿子。朋友们知道了也不支持他结婚，一边是女友家里要自己当上门女婿，一边是自己父母朋友强烈的反对。葛一峰陷入了两难，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也都来劝他要慎重。在思虑再三后，最终葛一峰为了娶上如意娇妻，还是选择了跟家人决裂。2014年的2月，大年初六这一天，葛一峰跟陈丽蓉在老家办了酒席。原本以为结了婚，自己会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，可谁想婚后的生活跟葛一峰设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放弃了亲人朋友，抱得美人归的葛一峰对两人的未来还是有着不小的憧憬的。结婚前，葛一峰已经跟妻子商量好了，一起到山东烟台工作。他也已经找到了一份7、8千的工作，妻子陈丽蓉当时也答应了。可谁知道结婚之后，因为陈丽蓉的父母在北京打工，他跟妻子商量好，结婚后去北京住几天。来到北京后，陈丽蓉可能是受到家里人的影响，变卦了。不想去山东了，想在北京发展。两人因为这件事吵了起来。陈丽蓉觉得山东有什么好的，能有北京发展好吗？我就是要留在北京和父母在一起。面对陈丽蓉的无理取闹，葛一峰心中有气，但还是选择了再次妥协。他拒绝了山东烟台的工作机会，跟妻子一起在北京岳父母家安顿了下来。北京的房价高得离谱，一家4口为了省钱，只能挤在大兴区黄春镇40多平租的房子里。在此之后的2个月里，对于葛一峰来说，各种不如意接踵而至。首先是工作上的，来到北京后，葛一峰工作上的事情还得从头开始。因为学历低，葛一峰找工作的事儿一直碰壁。像他这样没学历、没经验的人，在北京找份工作很费劲，兜兜转转1个月，葛一峰才找到了一份月薪5、6千的工作。更让他崩溃的是，上班的地方距离住处实在是太远了，每天往返交通，待在地铁上的时间就要花去4、5个小时。工作呢也不顺心，被人呼来唤去，跟个哈巴狗一样，与他之前在东北的工作落差很大。工作以后，这种工作压抑必须带来的特别大。每天我得花个4、5个小时在地铁上，我适应不了这种生活，这种工作那比较压抑。而且我赚的钱，我觉得我在别的城市吧，我1个月赚个7、8千块钱吧，够我花，还有的存。但是我在这个城市，我1个月赚个什么5、6千块钱，只赚个5、6千块钱，我还得给别人低头起，还得给别人当个哈巴狗一样拖着别人干活。所以我这个钱挣的又麻烦，又不够花。另一边，陈丽蓉与丈夫不同，她来到北京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公司文员的工作，工作很轻松，收入也不算少。工作之余，眼界也高了不少。大城市灯红酒绿精英生活让陈丽蓉非常的向往，她开始注重自己的打扮，偶尔也会和认识不久的小姐妹出入娱乐场所。本身这个女孩我对她的印象不太好，她经常的约我的妻子出去一些娱乐场所或者去一些地方玩了，我对她的印象不太好。当陈丽蓉接触到一些男性后，开始觉得葛一峰除了对自己不错外，一无是处。要能力没能力，要学历没学历，要本事没本事。每次回到家，面对折腾一天下班疲惫不堪的葛一峰，陈丽蓉免不了一通冷嘲热讽，还向葛一峰提出了离婚。为了你，我把我工作丢了，我以前在山东烟台的工作非常好，我到北京来陪你发展，咱们俩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我说，给我机会，给我缓冲一下。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一下。陈世峰是这么告诉我的：给你机会，你还有什么机会？我跟你离了婚，我有的是机会。怎么着？我说你什么没教养？我说你文化比我高，你就是这种教养，是谁把你惯出这毛病？除了妻子的无理取闹，最让葛一峰头疼的还是岳母。他又在骂我，你最好回来，我不想和他吵。你就忍忍吧，我马上就回去，你就别听就行了。因为是与岳父母住在一起，老两口经常吵架，岳母在家中还很强势。每次他们小夫妻吵完架之后，岳母都要进来跟着女儿骂他。在陈丽蓉家，葛一峰根本得不到基本的尊重。就算他的性格软弱，但凡事有个底线，这种委屈是个男人都受不了。时间一长，葛一峰开始自我怀疑，想到逃离这一切。他和远在安徽的母亲说及此事，母亲也只是为了面子表明态度，不许离婚。母亲直接告诉他，当初是你自己做的选择，家里怎么劝你，你也不听，你不要回来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其实母亲跟我说了，你离了婚以后，你也别回家了，你
丢不起这人，我们家丢不起这人。叫你别去招亲，叫你别做传媒女婿，叫你迟几年再结婚，你不干，你非得为了这女孩掏心掏肺的。我现在把你嫁出去了，你现在还想往回走，家里人没法让我回去，你看这边又没法容下我，所以我那种心情吧，说不上那种滋味，当时有点想自杀的。葛一峰选择入赘陈家，母亲就是极力反对的。如今他追悔莫及，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，现在是众叛亲离。葛一峰想到过自我了结，但又心有不甘，这也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。痛定思痛，葛一峰想到了自己本来在东北混得好好的，自从跟陈丽蓉结婚后，却成了这副德行，心里十分的憋屈。他觉得如果离了婚，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。2014年4月25日，葛一峰买了一把剪刀跟锤子，想吓唬妻子，让她给自己认个错。可一行动起来就怂了。葛一峰原本想着要不就算了，结果第二天悲剧就发生了。4月26日这一天一大早，岳母就对还未起床的葛一峰大加辱骂，甚至指责他的家人。气急败坏的葛一峰一言不发，在微信上最后联系了妻子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妻子都会安慰丈夫，如果陈丽蓉选择了理解与关怀，很有可能后面的悲剧不会上演。可是陈丽蓉非但没有对葛一峰的委屈表示安慰，反而没有给他好脸色。等陈丽蓉回到家后，两人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陈丽蓉大喊着让他离开这个家，葛一峰走出家门，躲在了车里。此时的他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对妻子一家的怨念，对自己失败的无奈，对生活压力的崩溃，全部绝地而出。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把妻子叫上了车。妻子上车之后，他还不好意思幻想，想让妻子给他道歉，但陈丽蓉态度坚决，语气强硬。恰巧陈丽蓉的小姐妹此时又打来了电话，约他出去玩。葛一峰对妻子的这个朋友印象很差，看着妻子小日子过得如此滋润，自己却搞得有家不能回。葛一峰这回彻底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他掏出了剪刀，对着妻子连捅了7、8下，并声泪俱下的大喊：“你服不服？”这时陈丽蓉才开始求饶，葛一峰又歇斯底里地说：“你终于求我了，一直以来都是我求你，我像狗一样求了你很多天了。”最后觉得不解气，他又掏出锤子，直接砸在了妻子的头上，将陈丽蓉活活的给敲死了。葛一峰作案后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将作案的过程告诉了陈丽蓉的叔叔以及自己的哥哥，两人都不相信，还劝他不要做傻事。见亲人不信，他拍下了陈丽蓉死去的照片，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上，然后独自离开，前往警局自首。2014年11月17日，案件审理，法官判处葛一峰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葛一峰一家除了先期拿出4万丧葬费用外，还需赔偿陈家5.8万元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岳父并不满意，他表示唯一的女儿被葛一峰伤害，现在自己的妻子也因承受不住精神打击，半身不遂，所以要求葛一峰全家加倍补偿他。但法官认为这起案件中陈家对葛一峰的态度十分恶劣，致使家庭矛盾激化，也存在一定问题。是我同意对民事进行调解的，原告方同意调解吗？同意。不同意调解是吧？杀人偿命，应该判处死刑一执行是吧？对。法庭审理结束，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。这个事儿还有什么认识和自己意见？没有什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一切走法律程序。在牢房里的葛一峰一心等待死亡的降临，但他没有想到案件竟然在服刑2年后有了新的变化。在2次审判中，葛一峰从死刑转为无期徒刑。长辈没有体谅，终生伴侣没有理解，葛一峰因为现实的压力、精神世界的荒芜，酿成大错。他才24岁，未来本该充满希望，却选择了一条极端错误的道路。希望社会和谐，这个社会和谐。不要有那么多的伤害，那么多的纠纷，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。永远不要在愤怒的时候处理任何事情，否则做了错事再也无法回头。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，犯错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